當一艘潛艦能長時間潛伏，航行更遠，甚至深入他國周邊海域，它帶來的究竟是安全，還是另一場軍備競賽？澳洲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，取得核動力潛艦後，周邊國家可能因此提高戒備，增加國防預算，讓印太地區陷入你域武裝，我域不安的危險循環。澳洲戰略學者休·懷特在對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者疑慮一文中指出，這項由澳洲、英國與美國推動的安全合作，表面上是更新澳洲潛艦力量，背後卻牽涉更深層的政治選擇。澳洲是否要把自己的安全進一步綁定在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之上？首先，這項計劃充滿技術與財政風險。澳洲缺乏核能工程與核動力潛艦的操作經驗，卻計劃先向美國購買2手維吉尼亞級潛艦，再與英國共同研發全新的潛艦。任何一個環節延誤，都可能使澳洲在數十年間面臨潛艦戰力的空窗期。即使計劃順利，澳洲可能也要到2050年代末才擁有一支具備基本規模的艦隊，整體成本更可能超過3600億澳元。作者因此質疑，一項幾十年後才能形成戰力的武器，真的能處理今天的安全威脅嗎？相較之下，成本較低、能更快部署的傳統動力潛艦，或許更符合澳洲實際需要。更值得擔憂的是核不擴散問題。這些潛艦將使用可制造核武器的高濃縮鈾，卻可能依特殊規定被排除在一般國際核查之外。澳洲雖然無意發展核武，但這種安排可能被其他國家援引，極可能架空現行的全球核不擴散制度。然而，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最大的風險不只在武器本身，而在它對澳洲戰略自主的影響。當澳洲的軍事技術、基地與作戰體系愈來愈依賴美國，未來若美中爆發衝突，澳洲是否還能自由決定參不參戰？而一場美中戰爭的規模與破壞力，恐怕遠超過澳洲過去參與的任何戰爭，甚至存在被升高為核戰的危險。這篇文章提醒我們，國家安全不能只用武器的精良度與數量來衡量。真正成熟的安全政策應該在防衛、外交與戰略自主之間保持平衡。當每個國家都以擴充軍備來追求安全，最後得到的可能不是和平，而是讓所有亞洲人陷入更深層的恐懼。最可靠的防線未必是藏在深海中的潛艦，而是避免掉入軍備競賽的政治智慧。